在医院病房外，有一位女性紧张的像是热锅上的蚂蚁。她同居10几年的女伴正与死神拔河，医生需要动手术才能拯救病人，但病房外的她却无法签署手术同意书，因为他们2个人只是同居的伴侣，并没有法律保障的亲属关系。这个真实的故事通过各种媒介申诉爆炸开来，引起了一个沉睡已久、长灰尘的法案持续受到大众关注。到底是跟哪个法案扯上关系呢？我知道了。这是多元成家，一个重新思考婚姻与家庭制度的法案。多元成家，顾名思义，就是可以用更多元的方式来组成家庭。过去我们认为只有1男1女可以走入婚姻，有血缘关系才可以建立家庭。但是有许许多多的人无法被套进这个严格定义的家庭框架里，像是同性恋无法走入婚姻，互相扶持的好朋友无法建立家庭，他们的关系不被法律承认，因此碰上只有亲属关系才能签手术同意书这类的事情，就只能眼泪往肚子里吞，一点忙都帮不上流，而又好像冷冷暖暖长高高。但学校从教室高度到课桌椅大小，只按照其他小灰幕量身打造，冷冷暖暖完全无法进入学校学习，他们进不了学校，也没有人看见他们，大家就这样子开开心心的以为世界真美丽。但这些不被社会接受的人一直都存在啊，像是同性恋朋友，过去强硬的社会体制让他们的声音消失得无影无踪，直到相较自由开放的今天，他们的伤害才逐渐被看见。而多元成家草案就是希望能够解决这些问题，落实多元尊重，但这个法案却躺在立法院3年都还在那边打呼沉睡，根本就是被封印住了。难道立法委员都在跑趴，没有好好做事吗？不，这是因为多元成家的反对声浪也是海浪滔滔一般的巨大呀。有人认为婚姻平权就是提倡同性婚姻，这样会让台湾的同性恋越来越多，而同性恋无法传宗接代，台湾就要等着亡国啦，世界末日啦。也有人认为伴侣制度就是一种没有忠贞义务的制度，小孩的心理状态怎么办？不就被你们搞得乱七八糟？这些反对的意见主要是对于特定价值观的坚持，并担心法律过度松绑会引发社会混乱，并危及下一代的教育。而这样是要我怎么教小孩？但是社会本来就是不断变迁的呀。过去我们不也认为自由恋爱是洪水猛兽，会让情欲到处横流，社会充满动荡？但现在呢？所以喽，当我们在讨论多元成家的问题时，或许可以先放开自己一直以来被给予的想法，或是自己重新想想，我们心中理想的家还可以是什么模样呢？好的，今天的目击者就报道到这边，拜拜。